Hello， 欢迎回到三人信箱，又到我们下一集。然后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下午茶，跟我们一起配这些题目一起吃。配题目吗？我们就准备什么？饼干，3个口味的饼干，还有巧克力生乳卷，还有什么？你今天买的那个樱桃，还有刚煮的焦糖奶茶。我最喜欢的饼干，好喝，真的有焦糖味，现煮的，真的煮焦糖啊。好，边吃边来聊吧。好，然后上次我们讲那个包皮，就很多人回复有蛮多回响的。真的我没有仔细看，因为每个国家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，对，有些人是不太会割，然后有些人是他们说他们的性教育教的还蛮完整的，所以他们会告诉小男孩说，如果你没有好好洗你的鸡鸡的话，你哪一天就会臭掉，就需要被抓去做手术，所以他们就会好好洗。对，还蛮好笑的。可是当然就基于说你真的要退得出来，才有没必要去开了，不然的话基于安全考量，太长的话还是需要把它割掉。对，好，是安全嘛？对啊，卫生跟安全考量。卫生，对，不然女伴或者另外一半看了会觉得很可怕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来回答今天的问题吧。好。特别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演一段他们的过程。他不会伤心啊？在网边伤口臭。不会啊，他只是觉得你有去往事而已。而且他提到拓网就是很久以前的交友网站，对，是台湾会用的那种 gay 男同志交友网站，现在已经不见了，它是网站而不是手机的 app。那你们看有什么感觉？反正主要情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是 A 男，我戳了你之后，然后你也戳了我，结果我们后来就是感觉就是没有结果，然后我就去客厅看电视，结果感觉你又把脚跨在我男朋友身上，然后我回来之后发现说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不是戳他们是上下其手，已经摸了。哦，就在床上摸来摸去，所以我可以跟你摸来摸去，可是我不能接受你跟我男朋友。对他们两个已经在互摸了。可是他不能接受这个主角，他把他的脚跨到他男朋友身上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很合理啊。合理的部分是什么？我说合理的部分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去界定好那个关系到底在哪里，所以当然会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很正常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必须在这个关系中界定那个边界感在哪，到底什么是界定？我的界定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要去界定它是怎么样，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，你如果跨过某些边界的时候，它就会遭遇到怎么样的情绪或者怎么样的反应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没错啊。但是你要到那个界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人在不断的探索自己，才知道那条界限在哪里。对，所以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好去探索的，一定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，你才知道说原来我不能接受，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自己的底线在哪里。对，所以可能都要发生之后才有办法去界定说你要的是什么。对，我是觉得主角比较水啊，因为他好像是平白无故被骂那个，然后 A 感觉比较双标一点，因为他自己都先摸了这个分享者，可是他看到分享者只是把脚跨在他男友身上的时候，他就勃然大怒。我觉得有时候写起来也是偏保守，谁知道跨是怎么样跨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他脚已经跨到你的这上面，然后这样鸡鸡放在这里了，这样算跨，这一样的。你讲太牵强了吧？没有，我只是说，你不知道穿着内裤啊。
对，你不知道他实际情况是怎么样，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难判定说这是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你遭遇到的事情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正常。有可能是原本穿内裤，但是后来内裤都脱了，然后只一只脚跨着。可是为什么内裤已经脱掉了？怎么？它比较像是往事的分享，那我觉得也蛮有趣。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人生中你就会很常遇到。他觉得很挫折的地方是他原本跟他们相处已经好一段时间的，然后后来突然发生这件事情，结果连朋友都当不成，感情又越来越淡了。对，有点可惜。我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我觉得来来去去，走就是会走，留就是会留。可其实我也在想，我觉得他也不一定算衰。我觉得如果是我觉得我也学到一课，因为就有点像是我们一开始，如果我们都在那种氛围之下，可是如果以你的角色，你其实就有点像他的角色，是一个第三人角色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提出来说想要沟通的话，那可能我们感情会越来越单调，就有像你一样。对，可是如果我觉得学到一课是，或许如果只有发生这种状况，或是跟朋友吵架，朋友突然爆气，不知道他气的点是什么，或许我们可以把他提出来，可以跟他好好沟通，可以追问一下。因为他可能也在探索自己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要跟情侣第一次的话，最好是他们两方都在。或是要有更多举动的话，最好两个人都在，彼此见证这个过程。听起来你的经验非常丰富。基于我们情侣第一次，基于跟情侣什么啦？他很常跟我们这个对情侣第一次。我说以我们的经验跟他们这样比的话，他们是没有这样过，然后反而变成是 A 会觉得好像 B 背着他在房间玩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开一集教大家怎么就是跟情侣或是三个人，就是没有。我觉得有时候你一个眼神，对方就会觉得说你是比较喜欢，我不是骂脏话，我说你感觉就是比较喜欢他，或是你们两个是玩的比较开心。对，这个的确蛮有趣的。对，因为只要那一感觉出来的话，你其实就会冷掉，我就会感觉就会玩不起来。没有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是遇到的是，她就喜欢看她男朋友被玩，那就另外的话题了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下一题。如果他们男朋友喜欢被玩，可是看他们真的是玩出火花，那是另外一个感觉。对啊，这是另外一个。这个之后可以好好教大家沟通课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不同层次可以讨论。这好复杂哦，这很复杂，这真的很复杂。这是一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好解的题目，可是我觉得会有很多层面的东西，是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是像他这种生气，可是有可能遇到的是你开心的，可是也有那种遇到说你开心之后又生气的，就是很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毕竟是两个人之间是有情感，可是第三个人加进来之后，他就是又搅乱的那个情感的平衡，你就得重新去调整。对，我们之后可以开一集专门来讨论这个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试想各种情境。对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人的情绪真的很复杂。对，很复杂。我觉得也没有一套方法是可以在每个环境下都通用的，只能依照面对的那两个人或那三个人去调整你自己沟通的方法。就可是有时候是说，虽然是说想沟通，可是有时候也是没办法沟通。有些人可能不想沟通，就不想沟通，他就拜拜。那就没关系啊，那就是对，那就是结局了。好了，谢谢你分享的故事。谢谢你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好，下一题。我从小到大都是做都是学艺术的嘛，所以其实很常遇到那种喜欢画画，或者是说他自己画不好，可是还是很喜欢的人。对，因为有教过那种小朋友，他说他很喜欢画画，然后他也说他画不好，没有自信，很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可是我觉得创作有个最大的好处是，它其实没有一套既定的标准在那边。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像有些人喜欢用书写的，写文字，像你说的喜欢写同人小说等等的，那也是一种文字抒发。然后有些人喜欢画画的，那也是一种文字抒发。有些人喜欢用陶艺的，是一种文字抒发。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，如果你在没有要把它当做工作的前提底下，对，要让自己舒服，对的，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去做创作，我觉得是最棒。因为这才有办法一直让你
越做越长，越做越久，然后有从中找到兴趣，然后当你有兴趣之后，你就会开始越学习越多，你越会往那个方向前进，你就会越来越进步。因为像很多人不是讲说，如果你要精进一个技艺的话，你就只要花10000个小时在上面，你就可能就会精进它。那这道理是一样的啊。你一直，比如你刚开始不会画，那你每天画了到10000个小时的时候，或许你这个事情你就很擅长。在这我自己的观点，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擅长，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乐趣比较重要。对。我自己觉得啊，就像写诗啊，或是做陶艺，或者像绘画，这都比较偏艺术。那偏艺术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标准。然后我觉得，就像吴军说，如果真的是把你想要把这些技能变成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感觉是要去学那种商业艺术。你要知道说大家喜欢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像商业艺术可能就是真的就比较是众人会喜欢的，要不然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会喜欢的作品啊。要不然其实如果你根本就不需要靠这个去工作，就不用去追求说为什么要大家都喜欢你的作品，就自己做开心就好了。要不然如果真的是需要给别人喜欢，那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上一些课程，知道说这市场上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的创作。可是那种创作不见得是你喜欢的，有可能不是你喜欢，可是大家喜欢你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总归一句就是不够喜欢。因为我自己非常相信，如果你真的很坚信你喜欢某件事情的话，不管怎样，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到好。就像是我在学陶艺的过程，我自己觉得很有心得。一开始觉得做得很丑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很想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，你会花时间去练习，你会花钱去上课，去让自己慢慢达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境界。然后很多人也是从小不会画画，可是他就自己一直画，画了几千个小时、几万个小时，就变得非常厉害了。所以我觉得跟自信也没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的话，每当你有一点点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马上分享给大家看，不管好或坏都无所谓啊。就算没有觉得丑又怎样？但这是你进步的过程，你慢慢把它记录起来，你就会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说，哇，原来我进步了这么多，才从以前这个样子变到现在这个地步。而且会有可能是因为像前面有说到说，我看到说朋友跟你的偶像都有在做陶艺或者创作，然后才对这个都一直很感兴趣。会不会可能感兴趣的是想要跟他们有共同语言？那搞不好不是对说这些创作是有兴趣的，不是真的喜欢，而是喜欢其他的事情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搞不好可以从另外的别的兴趣再跟他们一起去做，一起去做，搞不好也可以。我是觉得我这辈子也是对很多事情有兴趣而已，可是有兴趣真的没有喜欢到让我愿意花一大堆时间去做这些事情，直到我遇到陶艺，我才会真的完完全全把自己投入在这里面。这是要够喜欢，才真的会愿意拨时间跟热情去钻研它。然后像是你说你想要出版一本诗集，那就做啊，我觉得不用很有自信就可以做。就算你你发在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，还是一个自己私人的小账号，不公开也没关系，都是累积你慢慢的作品。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所以不用怕别人讨厌，因为别人的意见不重要，除非他们是给你一些有建设性的批评指教，那你就可以用那些建议去让自己更好。那如果只是觉得你写的什么东西好烂哦，那这种留言不用理会它。所以希望你继续坚持，然后找到你真的很喜欢的事情，慢慢做下去。对。像什么？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因为她跟她男朋友是在远在他乡，可是有时候可能是那个环境里面，因为就真的是她另外一半也不在，但可能是跟别人日久生情。加上另外一半没有办法一直陪在身边，对了。对，她可能有可能远距离之后才发现到说，因为其实自己不适合远距离。在她去游学之后才发现到说，她感情的东西没办法被满足。我打赛我分享一个故事，你知道，我之前听到一个
朋友他们分享说，他们之前有一对情侣啊，就男女朋友，然后都远距离谈了5-6年的感情，都非常稳定，结果啊之后就都高学历的那一种，然后之后就是他们好像都在不同的国家游学，然后游学完之后回到台湾就分手了，对，好浪费时间哦，因为他们可能只适合远距离，突然在一起就不知道怎么相处了。有可能。那5-6年他们就少了在异国体验其他恋爱的。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体验？你也不用帮他预设这个。我觉得你帮他预设太多，那人家舒服就好了。突然在一起不知道怎么相处。我觉得很正常。真的。我听完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，你应该跟你的男朋友讲，然后你决定要不要马上跟他分手。可是他怎么？那你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我是你男朋友的话，你要怎么跟我讲？而且我觉得你一定要用一个委婉的方式讲，要不然我会觉得说，天哪，是不是给我戴绿帽？你是不是出轨？我不会，依照我现在的年纪，我会直接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情感啊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就没办法。因为你离开就是得离开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你6个月你就是没办法陪我，实际上他就做不到。那我觉得你要怎么委婉的去讲？委婉的，其实我真心认为没有什么委不委婉，因为不用委婉，因为就是它事实上已经就是发生了，你就是得去面对了。那这个东西只会让你自己徒增痛苦，还有让你男朋友徒增痛苦而已。对，我现在最怕的是他只是一厢情愿的喜欢他的直属学长而已。那我觉得根本，因为他还不确定说对方有没有喜欢他，他只是说他很照顾他而已。可是说不定他对其他学弟都很好。那如果到时候他跟他男朋友讲，然后学长也不会跟他在一起，他得自己接受这件事情。对，这本来就得自己接受这件事情啊。他反而就可以在泰国找一些新的恋爱了。那他可以先问学长要不要在一起，再跟男友讲。白痴。其实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绝对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超不尊重人。这样比较不好了，无缝接轨。对啊。不过一定有这样子的人，可是依照我自己的状态，是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如果被我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跟这个人联络。对。你说朋友，就是朋友也当不成。我说你朋友这样子做的话，你不会跟他联络。朋友的话，我会蛮瞧不起这种人。他说男友了。对，男友。可是朋友的话，我也蛮瞧不起这种人的，那就是跟我的内心是违背的，因为我有一个道德标准跟价值观在。对，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他需要一点建议的话，还是要先理清楚你自己到底想什么。如果你还在那边待很久的时间，然后你真的觉得这个学长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人的话，那说不定你可以跟在你自己国家的那个男朋友分开，或者跟他讲说这件事情，然后看你们要怎么一起解决这个问题。觉得应该最好的感觉是跟男朋友沟通吧。对啊，一定得讲。而且我自己可能会思考到说，因为我现在都是去泰国游学，然后才发生这件事情。那我之后有可能也会回到原本的国家，那会不会又没办法？就是可能到那边之后，可能又有新恋情出现了，可能我自己就是不适合远距离。你说他跟现在的学长在一起之后，对，然后又回到他的国家原本的国家之后，然后就到那边之后才发现说，可能也是没办法跟现在的那个学长这样远距离，然后在那边有新的感情。那就是人生体验啊！对，那就是人生体验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决定跟选择。所以我觉得，搞不好跟你的现在男朋友讨论出来，搞不好，他可能也可以跟你讲说，那你就在游学期间可以跟他在一起，回去之后我等你。或许看男朋友能不能接受。是我不会等啊，回去之后我还在。我是不会的。我觉得不要对不起自己，跟你尊重你在乎的人就好了。把一切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比较重要。这一点蛮重要的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东西。这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会很偏危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回答了3个问题，你觉得哪个最有趣？我觉得是我觉得第一篇呢。我觉得第一篇。对啊，第一篇摸来摸去，然后就爆气了。这个很容易啊，这个我觉得超容易遇到的，可能在很多人身上发生过吧。对啊，这种很容易。像你也会啊？我没有啊，有爆气，那谁是爆气的那个？你啊，我说我爆气，我怎么摸你奶头就爆气啊？什么啦？那我们今天的善心相就先到这里了。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，或是你的感情疑问啊、人生的疑问想问我们的话，也可以在我们的信箱里面投稿。对，好 ，OK，就这样，下次再见喽，下次见，拜。